咖啡里面呢有1000多种的成分，它能够清除我们体内的一些自由基，甚至对癌症也会有帮助。有人说，喝咖啡会心闷闷的，但是基本上对心脏血管疾病并有帮忙。那这种第2型就是次发性的这个糖尿病就有效，还有那个对冠状动脉里面的那些栓塞啦，或者心脏血管疾病，都是持正面的。同行审判医学杂志，他们就发现说，如果每天喝2到3杯加牛奶不加糖的咖啡的话呢，它可以减少这个忧郁症发生的这个机会。有喝咖啡的，只要有3杯以上1个礼拜糖尿病减少了，大肠直肠癌减少了，寿命好像多了1.5岁哦。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我是 Amber。咖啡里面呢有1000多种的成分，其中这个绿原酸还有这个咖啡豆醇呢都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抗氧化的成分哦。那这些抗氧化的这些成分呢，它能够清除我们体内的一些自由基，然后会减少身体的发炎，所以对于2型的糖尿病啊，还有心血管的疾病，甚至是一些发炎的相关疾病呢，它都会有一些帮助，甚至对癌症也会有帮助。那另外呢，咖啡也是我们绝对燃脂的好帮手，像我们运动之前常常都会说来一杯咖啡，因为咖啡因里面呢它有脂肪分解的这个酵素，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个专家呢，就是他写了一杯咖啡能够抗百病的张金坚教授。张医生你好。你好，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咖啡虽然说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呢，很多人，特别是女性啊，她们都会说，我不喝咖啡，我不喝茶。但是在你的书里面呢，你竟然写咖啡是可以帮助皮肤，甚至是帮助头发，还有就是眼睛会比较好的，这个是怎么解释呢？咖啡在过去呢，其实，正反的意见都很多，甚至于还有人说咖啡因是2A 的致癌物。2A 的意思呢，就是动物会致癌，人可能不会。那以前都认为是2A， 但是现在呢变成3就是没有理由证明它是会得癌，所以呢这个咖啡因这个原罪就被消除了。有人说，喝咖啡会心闷闷的，但是基本上对心脏血管疾病并有帮忙，对那个原发性的糖尿病就比较没有效。那这种第2型就是次发性的这个糖尿病就有效。那就奇怪，它这个咖啡因呢，或者这些绿原酸它有抗氧化物，那某种程度呢，对这些糖尿病呢，对这种胰岛素的依赖性就比较没有，所以只有胰岛素的阻抗性就比较少一点，所以这个就好有效啊。对于那个心脏血管，这个确实很多的论文都在证实说，会降血压，但是你刚喝的时候血压会高但是喝了顺了，习惯了以后，就血压就会好。还有那个对冠状动脉里面的那些栓塞啦，或者心脏血管疾病，都是持正面的。另外呢，有人说对牙周病、痛风，还有你刚才讲的一些新陈代谢的疾病，甚至于呢，它真的咖啡可以让你消耗一些脂肪，那就会减肥，但是它的量不好控制，所以不会说用咖啡来减肥。那另外呢，有人说咖啡会抗癌，但是刚才以前有人讲会致癌，那到底怎么样？那现在的比较偏向于说，咖啡真的，某种程度呢，好像有一些人喝了，它这个癌症的发生率会降低，但是也不是说千篇一律的。对肝癌很有效，大肠直肠癌有效，还有口腔癌有效，那么部分的乳癌有效啊，肺癌呢是小细胞癌啊，还有那个表皮型的癌不太有效，而且甚至有害。但是我们台湾的癌都是腺癌，我觉得是不会有害，但是肺癌的人我还是保留，就叫他不要喝。但是其他的癌我都叫他喝，没关系这样。刚刚医生举的这些癌症，就是说，就算你喝咖啡，它其实对你是有帮助的。对，所以有人那个大肠癌的第3期的在化疗期间喝咖啡的，那一组反而好一点呢。所以这个就是，有人是说喝了咖啡可能预防癌症不会发生，那这个就是众说纷纭。但是某种程度好像有这样的帮忙。另外呢，你得了癌以后能不能再喝？好像喝了很多的癌，反而会降低它的再发或者降低它的死亡率，这都有很多的报道。但是有人说那个白血病就不尽然，但是对成人的白血病好像有帮忙，但是对小孩子的白血病就稍差。但是呢，小孩子就本来就不能喝咖啡。那在美国还有全世界都认为，12岁以下是不准喝咖啡的，因为喝咖啡啦会影响你的心智的发育，然后会对你的骨骼的系统造成影响。那基本上您刚才讲了，对皮肤
对眼睛、对头发。那这个有些报道，也有些研究，但是不能一概而论。那我就举一个例子，皮肤呢，有人就说它有它的抗氧化物，或者它里面的某种成分呢，会让这个皮肤，这个周边的这些微血管的这个循环比较好一点。但是有人说，因为咖啡会把细胞的水分会拖出来一点点，会利尿，是不是这样脱水了就皮肤反而干燥？所以这个众说纷纭。像头发方面呢，有人说头发会脱落是跟那个 DHT， 那咖啡因呢，某种程度就可以抑制它。有人是说不是，是因为它里面的抗氧化物，让那个毛囊呢比较不会破坏。是这样。不过基本上在德国的这个研究呢，他认为说会抑制这个二氢睾酮，所以呢，他们说很多德国制的那个洗发精都会某种程度加上一些咖啡因。对。那我也在洗，但是到底好不好，我就不晓得至少没有掉得光光了。但是有没有好，我真的不敢乱讲。至于牙周病，那这种某种程度呢，它可能有抗氧化物，而且咖啡因呢可能会让你牙周的地方的细菌比较不会滋生。听医生这样讲，医生我真的觉得你是咖啡的权威，因为你真的是正反两面全部都可以举例出来的。但是有坏哦，就是说他喝了就有点利尿，所以你看正统的咖啡店就是一杯咖啡旁边一定要一个白开水这样，所以真的是会利尿，要补水。对。第二呢，咖啡有时候喝了以后，它那个肾小管那里、肾盂那里，钙的再吸收比较差一点，所以呢钙会流失一点，所以那个停经的前后的妇女，这个骨质流失比较多，就不要喝太多，甚至不要喝。还有咖啡呢会增加肠子的蠕动。所以呢，你拉肚子的时候不要喝，会越喝越拉。还有咖啡有时候某种程度可能会增加胃酸，所以你消化性溃疡的人或者胃食道逆流的人就不能喝咖啡。像我一点胃食道逆流，我喝咖啡都一定要吃一点东西再喝。这个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12岁以下不能喝咖啡。还有一个就是孕妇、怀孕的妇女前半期一定不能喝咖啡，后半期可以喝少一点。那不然的话，你的那个 baby就会体重会比较小，有人说会比较容易流产，但有人说不认为会，但是总是孕妇我就不鼓励喝。还有下午又喝会睡不着，一定下午禁止喝咖啡。还有一些喝了会心悸，还一直闷闷的不舒服。其实呢，那个可能是喝的咖啡不对味、不对口。那你可能去找，你本来也许喝惠州的，那你选中南美的看看，选台湾的看看，或者选那个印尼的，选到自己喜欢全部都选不到，那你就注定没有喝咖啡的命了。这大概是这样。对。那另外就是说，现代人其实最怕的就是这个忧郁症。那有一个就是同行审判医学杂志从2006年一直到2010年的调查里面呢，就是大概有14万个受访者，他们就发现说，如果每天喝2到3杯加牛奶不加糖的咖啡的话呢，它可以减少这个忧郁症发生的这个机会。其实忧郁要从几个层次来讲，我们还没有忧郁以前叫做焦虑，英文叫 anxiety。到忧郁的时候叫 depression，depression 的话，某种程度就要看精神科医师哦，有时候还要用药哦。所以呢，忧郁啦、焦虑，在喝咖啡到底有没有一个害或者利益？有这种论文，像你刚才讲的这一篇报道，但是呢，有的就持中性，也不会说绝对反对。但是以我的个人来看法。如果对神经系统的毛病，比如说对于失智症、阿兹海默症或者帕金森这种东西呢，某种程度呢奇怪，这个好像有帮忙呢。所以呢，有人就在想到底什么原因？那有人就是说，是不是会增加什么体内的什么多巴胺或什么？我就不晓得。另外有人还讲到，就是说，这个咖啡喝了以后，会让肠道的细菌好菌变多，坏菌变少，或者有害的化学因子会变少。那这些好的菌多的话，它就透过肠脑轴来影响脑，所以让你脑的状况会好一点。就是说咖啡
到底能不能治疗忧郁，这个我就持平或者保留，但是呢，绝对不会说坏掉。我是个人这样想。而且咖啡确实，刚才讲1000多种成分里面有咖啡醇、咖啡豆醇，还有烟酸碱，还有那个绿盐酸，甚至于一些多酚类的，这些都是很好的，会让你身体上清除你的自由基，就好像血管里面有烂泥巴，它会帮你清除掉，是这样的。最近就是2023年有一个新的研究，就发现说，如果以前都是鼓励喝黑咖啡嘛，对，然后最新的研究发现就是说，咖啡其实加奶的话呢，其实它的抗氧化程度是更高的。大部分的人都主张喝黑咖啡比较好。对，那特别就是一定不要加这个糖，因为糖就有额外的热量，反而是会增加体重。再来一个就是不要加奶精，因为奶精是反式的脂肪，对身体有害。但是加牛奶不错，因为加牛奶，它牛奶鲜奶里面都有很多的钙质，那就补充你的钙。另外一个我看到有2篇报道，就是说咖啡的加了牛奶以后，这个咖啡里面的这个多酚类的东西，像我刚才讲的绿盐酸啊、咖啡醇、咖啡豆醇啊、咖啡酸呢，就会跟这些牛奶里面的一个 cysteine 一个氨基酸，它结合以后叫做变成一个复合物，那抗发炎的效果就增加好几倍，所以效果反而好，所以现在很多人主张加牛奶是这样来的。其实我也觉得挺好，因为以前会觉得喝黑咖啡有点困难，都会想要加牛奶。现在竟然有文章是讲说喝加牛奶的咖啡反而抗氧化效果更好。所以现在大家加牛奶的，那其实我们台湾喝拿铁的还是比黑咖啡多。就你来讲的话，你有没有推荐咖啡怎么个喝法？因为其实现在网络上在推荐喝咖啡的加一些东西是蛮多的嘛，像例如说，觉得加肉桂的话，就可以避免这个血糖的波动啊，或者是上升。那如果说咖啡加柠檬的话，柠檬里面有维生素 C， 也可以增加维生素 C 的这个含量，抗氧化、抗老化，或者是加什么椰子油可以防减肥。黄蛋对，黄蛋咖啡哈。像什么加香蕉，因为里面有膳食纤维，也可以防止什么中风啊，或者是肌肉流失之类的，或者是加黑豆，因为他说黑豆里面有这个豆皂。可以增加这个血液的流通。那如果以医生来讲的话，你觉得我是觉得黑豆啦、燕麦啦、椰子油的啦、肉桂的啦，还有柠檬的，那我都觉得这个是有道理。但是呢，我比较喜欢吃原味的，因为你再加了这个有的没有的，真的。说有也有，说没有也没有。确实燕麦本来就是好的东西，但是呢，如果你加了以后，觉得味道更好，颜色更鲜美，冲起来看起来就是秀色可喝啊。那这个时候呢，你不妨去加，像我有时候也加一个肉桂，奇怪，那肉桂的香很香呢，而且它还有一点甜味呢，那感觉真好。那你就喝一下没关系。这个像椰子油这个用来减肥我就持保留。到底量多少几杯？这样的话你搞来搞去，那再来就是讲到要喝多少杯啦。其实喝咖啡是这样，早上一起来我们都人手一杯。其实你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其实是精神最好的时候，不必喝咖啡。但是因为这个习惯的问题，所以你人手一杯。事实上是到10点的时候，精神就比较萎靡一点。这时候喝咖啡是等于是叫做 tea time 或者咖啡 time。如果到下午就是3、4点的时候，但是下午确实有人喝了，而且咖啡在我们体内有一种叫做比较快速代谢的，一种叫做慢代谢的。快速代谢就是它的半衰期比较短，一下就把它代谢掉了。对，所以慢代谢的人绝对比较不要下午喝，因为它就还没有代谢掉啊。对，所以这种就小心。在欧盟跟台湾呢，是建议说一天咖啡因的量在300毫克以内。美国从6年前认为咖啡很不错，就把300毫克增加到400毫克。那么我刚才讲一杯可能60毫克到200毫克，我们折中来算大概一杯100毫克。所以我就常常建议大家说吃个2杯到3杯，所以张氏的3杯法
就是这样来的。就是说3杯。那真的喝的越多如果不碍事的话，某种程度是不错的。但是还是我个人建议不要喝那么多。那像那个一个在 Nature 就是自然这个杂志很有名的，它的子刊叫做内科。那有一个斯坦福的免疫学的专家，他们做了研究，这个65以上的老人，跟65以下的比较年轻的比较，他的那个 IL-1 贝塔这个老的比较多不好的发炎因子。但是你喝了咖啡以后，这个不好的发炎因子会降下来，那心脏血管的疾病就减少，那寿命就增长到2岁。那我们台大的陈秀熙老师，公共卫生的教授，他有在基隆，还有在彰化，还有在台南，我的印象这几个地区做了差不多好几万人的追踪结果发现有喝咖啡的，不要喝到那个一天3杯一个礼拜你有喝3次，大概5杯或4杯，或者还没有到3杯，只要有3杯以上一个礼拜那个糖尿病减少了，大肠直肠癌减少了，寿命好像多了1.5岁所以我现在都很强烈建议，如果你觉得咖啡是一个你喜欢的饮品，那你就择善而饮，择优而品。好，非常谢谢那个张教授的分析，真的非常的丰富，我觉得可能一集做不完，下次有机会再来请张教授。没问题，谢谢你，谢谢。好，再见了，拜拜。教授，那我问一下，那所以像 Seven 或全家那种，那都不错了，现在不错，很便宜，我常常买现在越做越好，他们实在太厉害了，他们现在大量采购都很便宜。